日薪20万的知名导演被月费几十块的 AI 干掉了，你能想象吗？过去50人团队2到3个月才能完成的广告片，现在5个人10个工作日就能搞定，而且成本只有原来的1/3。这不是科幻，这就是 AI 技术正在影视行业掀起的革命。先说个业内残酷事实：2021年开始，影视广告行业全线崩盘，预算削减，项目缩水，公司倒闭。民营影视公司的老板每天睁眼就是6位数的亏损，100多号人等着发工资。传统影视公司是怎么死的？被自己的成本结构压死的。一支1分钟的 TVC 广告，标配导演日薪20万，美术指导日薪3到5万，50人以上的剧组，2到3个月的制作周期，100万级投入，最后赚多少？10%到15%的净利润。100万项目到手，10到15万，还要担惊受怕客户不满意，这就是传统影视公司的死局：高成本、低利润、慢周期。但2023年游戏规则被改写了，一个团队用 AI 工具做了测试，几十块钱会员费，生成几张图给客户看，结果呢，客户直接 pass 掉那个日薪20万的导演方案，选了 AI。这不是个例，这是行业地震来了。有人说这是机会，有人说这是末日，我说这是物竞天择。AI 制作到底有多狠？咱横向对比一下，传统制作100万预算，50人团队，2到3个月交付，10到15万利润，客户还不一定满意。AI 制作30万预算，5人团队，2周交付，50%加的利润，效果分不出真假。你没看错，客户省了70万，制作方利润翻倍，周期缩短到零头。这不是优化，这是碾压。更吓人的是，质量上已经完全无法分辨。现在的 AI 视频，行业导演、摄影师、甲方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这是真人拍的还是 AI 生成的？当视觉效果达到无法区分的临界点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没人会为情怀买单，商业世界只认结果。5个人怎么干50人的活？团队配置极度简化，1个创意，1个导演，2个 AI 渗图师，1个剪辑。注意，没有摄影，没有灯光、道具、美术、演员，这些人全都没了。流程更残暴，第1周创意加分镜，第2周生成加后期，第3周交付。 AI 直接跳过了整个拍摄环节，那些占据成本大头的器材、场地、人员统统都不需要，唯一的成本是算力，不超过总预算的50%，这就是降维打击。传统影视公司还在优化流程、压缩成本， AI 已经把战场换了，你在研究怎么把马车做得更快，人家都开上汽车了。很多人觉得 AI 生成视频很玄乎，其实逻辑很简单，一句话到成片只需要3步。第1步，创意生成，输入一句话 ，AI 在1分钟内给你3个创意方向，完整分镜、角色设定。以前策划团队要开会讨论1周的事儿，现在60秒搞定。第2步，视觉生成，分镜自动转化为动态视频，镜头推拉摇移全都能控制，不满意改，还不满意继续改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第3步，后期优化，这里是技术壁垒所在。初始生成的画面细节往往不够精致，需要用超分和修复技术提升质量。关键在这儿，光是图片修复这1个功能，市面上就有上百个模型，哪个效果好，哪个适合商业应用，需要专门团队不断测试评估。技术迭代速度太快了，每周都有新模型发布，每个月能力都在升级，所以需要5个人小组专门研究全球 AI 应用，测试新功能，确保永远有最好的工具。这就是新的竞争壁垒。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对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。工具人人都能用，但怎么用到极致，这才是核心竞争力。30秒广告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战场在长内容。现在已经有团队在做80分钟、100分钟的 AI 剧集，完整的故事，连载的动画全程 AI 生成，网文 IP 改编的3种模式，传统实拍几千万到几亿的投资。动画制作成本略低，但周期长。AI 制作几十万搞定，你没看错，几十万就能做出100分钟的剧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创作门闸彻底崩塌了。一个刚毕业的导演在传统行业要熬多少年才能独立指导项目？10年、15年，可能永远都没机会。但现在给他半年时间，他就能用 AI 完成自己的作品。这是创作的民主化，也是行业的大洗牌。以前拍电影是资本游戏，需要资源、关系、团队，现在是创意游戏，你有想法就能实现。问题来了，当创作门闸降到谷底，内容会不会泛滥成灾？当人人都能做导演，好内容会不会反而更稀缺？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再回答。现在说说最残酷的部分，谁会被淘汰？已死或将死的职位：摄影师、灯光师、道具组、置景美术、动画建模师、
渲染师，这些人占据传统剧组70%以上，市场需求会暴跌，这是不可逆转的，暂时安全的职位。创意导演、剪辑师、声音制作，注意我说的是暂时。AI 在这些领域的进化速度是超出所有人想象。新生的职位 AI 申图师、AI 工作流设计师、提示词工程师，但这些岗位能容纳多少人？远远不够弥补被淘汰的数量。有人会说，技术进步总要淘汰落后产能，这是历史规律。对，我同意，但问题是淘汰的速度。工业革命用了上百年，互联网革命用了几十年， AI 革命可能只需要几年。那些摄影师、灯光师，他们花了10几年磨练手艺，现在突然被告知你的技能不需要，转行转去哪儿做什么？这就是效率提升的代价。有人享受红利，有人承受阵痛，你在哪一边取决于你现在的选择。给新人的残酷建议，不要学传统影视技术了，摄影构图、灯光布置、现场调度，这些技能的半衰期已经到了。学什么？ AI 工具的深度应用，创意和审美能力，剧作和叙事能力，镜头语言。技术会淘汰，但内容能力不会。未来拼的是脑子，不是手艺。那些说 AI 永远替代不了人类创意的人，再想想吧。AI 确实替代不了创意，但它能让一个有创意的人干掉100个没创意的手艺人。最后说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真相：为什么有些影视公司成功转型 AI， 大部分在等死？3个关键。第一，创始人必须亲自下场，这不是你招几个 AI 工程师就能搞定的事儿。创始人不懂 AI， 转型就是笑话。第二，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传统业务还能挣钱，你舍得砍掉吗？很多公司死在我两边都要上。第三，要看得够远。AI 技术每周都在更新，你的认知跟得上吗？还是觉得可以再等等看？等等看的结果就是等死。技术浪潮不会等你准备好，等你看懂了、想清楚了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了。这就是商业战场的残酷性。机会只给有准备、有决心、有认知的人，其他只能在片尾字幕里当 NPC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当创作门闸降到谷底，好内容会不会更稀缺？答案是会。工具的普及只会让平庸内容泛滥，让优质内容更值钱。因为当所有人都在用 AI 做视频时，拼的就更不再是技术了，而更是认知、审美、洞察。这些东西 AI 给不了你。未来只有2种人：用 AI 的人，被 AI 用的人。你选哪个？我是杨然，关注我，一起过滤这个时代的噪音。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，你觉得 AI 会让影视行业变得更好，还是更糟？